披罗衣之璀璨兮，而摇臂之华居。罗衣何飘飘。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风尚演变，从魏晋风骨到宋朝雅韵。今天，让我们拨开历史的尘烟，一探究竟。究竟是什么在驱动着古代的风尚？答案是礼、美、容的三重博弈。自上而下的礼，代表着不可逾越的规制与秩序；自下而上的美，是深植人性中无法压抑的个性表达；而源于交流的容，则为中原不断注入新的实用主义。千秋衣冠的华美篇章，便是在这三种力量的消长中徐徐展开。我们的第一站，魏晋。这是一个崇清谈、尚玄学、提倡率性自然的时代，表现在服装上自然更倾向于无拘无束，宽袍广袖成为了士人阶层的标志。看那竹林七贤，赤足散发，衣衫宽敞，这既是审美的选择，更是对传统礼教一次纵深一跃的梳理。名士们追求风骨，女性们则展现了对美的极致想象。传说魏公贞后从一条盘结的绿蛇中获得灵感，每日创造出新颖的发髻，工人纷纷效仿，灵蛇髻瞬间风靡一时。无论是飞天髻、凌云髻，还是北朝流行的罗髻，都生动诉说着古代女性不被定义的热情。同时，胡风出现，实用主义开始早期渗透。早在胡服骑射时，融合的种子就移种下。到了魏晋南北朝，《搜神记》记载，中原开始广泛使用毛毡作为服饰材料，一种源于胡服的上下分体装束裤褶，因其极大的便利性，率先在下层民众中流行，向传统的宽袍大袖发起了挑战。历史的车轮驶入隋唐，这是一个民族融合空前、丝路繁荣的盛世华章。胡服风尚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影响了社会各阶层。幞头、圆领袍、叠血带与长靴，这套经典的出行套装并非中原传统，而是融合了鲜卑与西域的文化。圆领窄袖，两侧开叉，极度便于出行与骑射。而最初流行于下层民众的裤褶，更是完成了惊天的逆袭。隋书记载，隋炀帝曾穿它外出打猎，唐太宗也不时将它作为常服。最终，裤褶成功晋级，获得了官方认证，成为唐代武官和卫官的公服。这是实用主义与大众审美合力战胜传统礼制的典型范例。大唐的字典里没有界限，女扮男装成为唐代女性的时尚无解。在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中，画中女性身着男士的幞头、圆领袍和皮靴，英姿飒上。随着审美变迁，初唐清秀的窄袖也逐渐转向了盛唐丰仪宽大的衣袖。盛唐的华丽是对华贵之美的极致追求，女性头上的发髻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大。单凭自身头发难以实现，必须依靠假发的助力。插花像高髻更是成为当时的写照。即便如此，古人对原生发丝依然重视，每逢5日一洗沐的佳期，洗头变成了一场庄重的日常礼仪。步入两宋，画风陡然一转，走向了内敛与重简。吸取了前朝教训，宋初官方强烈提倡节俭。端拱2年禁高髻，开宝5年禁铺翠。然而，美的欲望是禁不住的。南宋时期，尽管官方连下6次禁令，极其奢华的铺翠作坊依然在临安林立，一只翠玉高达3000钱。这是礼与美之间最深刻的博弈。在官方提倡节俭的风气下，民间女装又变回了窄袖。
澶渊之盟后，民间妇人巧妙吸收契丹胡服的特点，制作出前后开叉的悬裙，以方便骑旅。这种服饰起先只在下层女性中流行，后来却反向传入士人家庭，引得纷纷效仿，成为了雅致之中的实用主义。更有趣的是，宋代虽然放弃了高髻，却保留了跨越性别的全民簪花。俗世笑叹，人老簪花不自修，花应修上老人头。这句诗生动展现了当时社会对男性簪花的普遍接受。没有真花时，宋人便用丝织品扎出花来，将这份雅趣共享于天地之间。魏晋的宽袍广袖飘逸风骨，隋唐的圆领长袍开放兼容，两宋的窄袖悬裙内敛雅致，就不仅是朝代的更迭，更是礼、美、容的三重奏。每个时代的风尚都是这三股力量对比变化的直观体现。一部流动的衣冠演变史就此书写。南宋理学家朱熹曾感叹：“先王官服扫地尽矣。”他哀叹古礼的失落，但这恰恰证明了历史的选择。服饰始终是以人为基础的，抛开森严的礼制，人们永远更乐于选择便于行动、展现自我之美的服饰。千秋衣冠的终点，归根结底依然是人。